同学们好，我们已经学习了舌质和舌苔的意义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舌象的分析要点和舌诊的意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舌象的分析要点。我们在诊查舌象的时候，首先要查看舌象的神气和味气。舌的神气主要从舌色和舌体的运动来反映。一般来讲，舌色红活鲜亮，舌质滋润，舌体活动灵活自如，这是有神的表现。舌色晦暗枯涩，活动不灵活，这是无神的表现。其中，舌色是否红活润泽是舌神的辨证要点。胃气的盛衰主要反映在有胎还是无胎上，有根胎就有胃气，无根胎就无胃气，胃气衰败的一种真相。所以我们看舌的神气和胃气，可判断邪症的虚实、病情的轻重和预后。一般来讲，有神、有胃、有根，通常表明正气未衰，病情较轻，或病情虽重，但预后比较好。无神、无胃、无根，通常表明正气已衰，病情较重或不易恢复，预后比较差。舌质和舌苔的变化所反映的生理和病理的意义各有侧重。一般认为，舌质的颜色、形态主要反映了脏腑气血津液的情况，舌苔的变化主要与感受外邪和病症的性质有关。因此，在临床诊病时，不仅要分析掌握舌质和舌苔的基本变化及其主病，还应该注意到舌质和舌苔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将舌质和舌苔综合起来进行分析。如果舌质和舌苔单方面出现异常，通常提示病情比较单纯。比如，如果舌质是正常的淡红舌，只有舌苔的质地和颜色发生改变，比如苔质出现干、厚、腻、滑、薄等等变化，或者是苔色出现黄、灰、黑的变化，通常提示病邪的性质、病程长短、病位浅深、病邪盛衰和消长等方面的情况，而正气未衰，所以临床治疗以驱邪为主。如果舌苔是正常的薄白苔，而出现舌质的老、嫩、胖、瘦，或舌色的红绛、淡白或青紫的变化的时候，主要反映了脏腑功能的强弱或气血津液的盈亏及运行的通畅与否，病邪损伤营血的程度等等。临床治疗应着重于调整阴阳、调和气血和扶正驱邪为主。当舌质和舌苔变化一致时，通常提示病机比较相同，所主病症一致，说明病变通常比较单纯。比如，舌质红，舌苔黄而干燥，通常见于实热症；舌质红绛而舌苔焦黄而干燥，说明热极经伤。舌红瘦，少苔或无苔，说明阴虚内热。舌淡嫩苔白润，通常见于阳虚的虚寒症。舌青紫，舌苔白腻，通常是气血瘀阻、痰湿内停的病症。当舌质和舌苔变化不一致时，多提示病机比较复杂，所以必须要对二者的病因病机以及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。比如，舌质见淡白舌，而舌苔却见到黄腻苔。淡白舌通常偏虚偏寒，
而黄历胎通常是主湿热。舌质主要反映了正气，舌苔主要反映病邪，所以淡白舌、黄历胎主要见于脾胃虚寒、腹感湿热之邪。这是一个既有虚又有实，既有寒又有热的寒热错杂、本虚标实的舌象，病情比较复杂。又比如，舌红绛苔白滑腻，红绛舌通常主热，白滑腻苔主寒主湿，所以舌红绛苔白滑腻的意义可基于两种。第一种就是外感热病，营分有热而气分有湿，这是一个有寒有热的病变。第二种就是平素阴虚火旺的体质，腹感寒湿、痰浊、饮食急剧等等，这些病情也相对比较复杂。所以舌质和舌苔反映的病性不一致时，往往提示体内存在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病理变化。舌象的辩证意义也一定是两者的结合。第三，我们要注意舌象的动态变化。比如在疾病的过程中，无论外感或内伤，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。舌象作为反映疾病的敏感特征，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改变。所以通过对舌象的动态观察，可以了解疾病的进退、顺利等病变的态势。比如外感病初期见薄白苔，但是如果病变发展，舌苔由薄白苔变成黄腻苔，说明邪热入里已经化热，这是一个病变加重的一个过程。对于内伤里症，比如黄厚黏腻苔，这是里症湿热症，如果经过清热化湿治疗之后，舌苔变成薄白苔，说明病情在好转。所以掌握舌象和疾病发展的关系，可以充分地认识疾病在不同的阶段所发生的病理改变，给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提供重要的依据。第二，我们来学习舌诊的临床意义。舌诊简便易行，舌象的变化能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病情，可以作为诊断疾病、了解病情发展变化和辩证的重要依据。舌诊的临床意义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来反映。第一是舌象可以判断正气的盛衰，比如舌质可以反映脏腑气血的盛衰，其中舌色红润表明了气血旺盛，淡白舌表明气血不足，舌质胖嫩与脾肾阳虚有关，舌体瘦薄与阴血不足有关。舌苔也可以反映胃气的存亡，比如如果有舌苔，而且舌苔薄白而润，表明胃气旺盛；如果舌苔少或无苔，表明胃气不足，胃阴亏虚。第二，舌象还可以区别病邪的性质，比如紫暗有瘀斑瘀点，通常预示与淤血有关；胖大舌与痰湿内停有关；黄苔与热邪有关，白苔与寒邪和湿邪有关，腑痢苔与痰饮、湿浊、饮食极滞有关。第三，舌象的变化还可以判断病位的浅深，比如红舌见于气愤症，而绛舌或者是绛紫舌见于血愤症，病情在加重。薄苔见于表症，厚苔见于里症；薄白苔见于表症，黄苔见于里症，而灰黑苔见于急里，病情加深。第四，通过舌象的变化，可以推断病势的进退。比如薄白苔变黄苔，甚至是灰黑苔，病情由表入里，由寒化热，病情是在加重的。如果舌苔由润苔变成燥苔，表明热邪在加重，津液受伤，这也是病情加重的表现。如果舌苔由干燥变成润滑，表明津液在恢复，
病情在减轻。如果舌苔由厚粒苔渐渐地变成了薄苔，说明病情在减退。舌象的变化，我们可以来估计病情的预后。比如，如果舌色红活，舌面有薄苔，舌态又是正常的，表明邪气未盛，正气未伤，预后比较好。如果舌色晦暗，舌苔剥落，舌态出现异常，通常表明正气亏损，胃气衰败，预后不良。所以，掌握了舌象和疾病的发生、发展、变化的规律，充分认识疾病不同阶段所发生的病理改变，为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。舌诊是万诊的组成部分，是中医特色的诊断方法。但是，舌诊只是4诊中一个部分，要综合准确的诊断，还是要4诊合参，结合其他的诊断方法，综合运用，才能更准确地诊断疾病。以上是中医舌诊的全部的内容，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